盘点名字带古字的草药。第一，白毛骨碎补，又名白毛蛇。白毛蛇，我们在树上发现了白毛蛇，它是骨碎补科骨碎补属的植物。因为它表面长那个白白的毛啊，所以有的地方也叫白毛骨碎补。为什么叫白毛蛇呢？也是因为它这个根状茎啊布满白毛，有点像蛇一样。民间通常会采它的根茎用来泡酒了，有的地方也把它当骨碎补用。它的学名叫圆盖阴湿蕨，它是一种珍品观赏蕨，可以观叶也可以观茎。它的叶形美丽，体态潇洒，植株紧凑。把它种在假山或者岩石，我们看到它能够感受到一种大自然的原野风情。第二，白接骨，又名玉梗半枝莲。朋友们，我身边这一片漂亮的花，你们知道是什么植物吗？它就是大名鼎鼎的白接骨。为什么叫白接骨啊？因为它地下根茎白色，质脆呈方形，有白色粘液。它的茎也是方形，具分支，全体光滑无毛，叶是对生的。它的花淡紫红色，非常漂亮，有一点像半枝莲，是向一边开。有的地方也叫它玉梗半枝莲，你们认识了吗？第三，金骨草，又名金疮小草。发现一棵金疮小草，它是唇形科金骨草属的植物。很多小草啊，它有很多名字了。比如说这个草，有的也叫它金骨草，也有的叫它白毛夏枯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长得有点像夏枯草，但是它的花和它茎上面都长了白毛，所以叫白毛夏枯草。另外有的地方也叫它苦草，太苦了啊！你们那里名字叫它什么呢？第四，四棱金骨草，又名四棱草。朋友们，发现一棵漂亮的植物，它的名字叫四棱草，唇形科四棱草属草本，民间也叫它四棱金骨草。它的茎具四棱，棱边具膜质刺，节去较细，呈断裂状。因它的茎意像剑羽，所以也叫剑羽须金草。它的茎易折断，水心白色，松抛如灯芯草的芯，喜生于山谷林园或灌丛下。第五，骨碎补，又名猴姜。朋友们，我身后这个植物叫猴姜，它是水龙骨科骨碎补属的植物。为什么叫猴姜呢？因为它的根脏茎长了那个棕色的毛，像猴毛一样，形状有点像姜，所以叫猴姜。它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别名叫骨碎补。为什么叫骨碎补呢？相传唐玄宗和杨贵妃荡秋千的时候啊，不小心就摔伤了，然后有一位民间的郎中用这个猴姜帮他治好了。唐玄宗就问这个郎中用的是什么，他说是猴姜。唐玄宗觉得这个名字不雅，所以就根据它的一些效用啊，给它赐名骨碎补。其实它的学名叫胡蕨，不知道朋友们你们那边叫它什么？第六，接骨草，又名八棱麻。朋友们，这个植物叫接骨草，五福花科接骨木属的植物。高大草本或半灌木，高可达2米，不伞形花序顶生，花分为2种，白色的为可润花，黄色杯状的是不润花，也叫蜜腺杯，主要分泌花蜜招蜂引蝶。它的果实成熟后红色，茎圆形，像红玛瑙一样，十分漂亮。它的茎是八棱形，民间也叫它八棱麻。有打的地上爬就怕八棱麻的俗语。除了接骨草，还有一种植物叫接骨木，它们是同科同属，区别是一个是草本，而一个是木本。第七，珍珠透骨草，又名地垢叶。发现一棵正统的透骨草，民间不同的地方，透骨草会指向不同的植物，有的说凤仙花是透骨草，而有的则说滇白珠那个透骨枭是透骨草。其实公认的正统透骨草指的是这一种，它是大戟科的植物，它的学名叫地垢叶，有的地方叫它珍珠透骨草，因为它结的果啊一串一串像珍珠一样。这个植物长得比较低矮，也有不同的一些品种，有的叶子比较窄小一点。你们知道透骨草有什么好处吗？你们那边用的透骨草指的是什么植物呢？第八，
透骨香，又名滇白珠。发现一颗滇白珠，这个植物可以做那个清凉油，它全株都含有一种芳香味道，可以提炼那个芳香油，是一种天然的香料植物。我们在它的叶子揉一揉，放在鼻子里闻，是一种清凉油的味道。它的果子就是这样小小的，快接近成熟，但是没有成熟的果啊，是这样红红的，还是蛮可爱的。成熟以后是这样黑黑的，黑黑的就可以吃了。甜甜的，但是有一股清凉油的味道在走窜。这个植物是有小毒的，虽然它的果吃起来甜甜的，有一种奇异的香味啊，但是大家不要过量食用哦。有的地方叫它透骨香，不知道朋友们你们那边土话叫它什么？第9，大柏骨，又名鸭嘴花。大家看，这个植物叫鸭嘴花，它是蕨长科蕨长属的植物。为什么叫鸭嘴花呢？因为它的花长得像鸭嘴。像这个植物啊，古代的药书很少记载，不过在少数民族地区，这应用的比较广，发挥着它独特的一些价值。有的是叫它大柏骨，所谓民族的就是世界的。现在大家都开始关注这个传统这一块，所以像这个鸭嘴花也是值得研究的一种植物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是不是？第10，狗骨，又名猫刺。朋友们，这个是狗骨，有的地方叫猫儿刺或者老虎刺，因为它的这个叶子啊，长满了那个刺的，尖端是3个刺，腰间有2个刺，叶柄这头也有2个刺，形状有点像马甲一样，有一点像那个阔叶10大功劳的叶子。它是冬青科冬青属的植物，很多冬青科的植物啊，它的叶子民间都会用来做茶。像这个狗骨的嫩叶啊，有的地方就是摘了做茶，也把它叫苦丁茶。这个是它的果，成熟后红艳艳的。清代的园艺家陈浩子在花镜里描述啊，桑后紫红如丹珠，胡苏可爱，堪作亭谱点缀。冬青科的植物很多这个果都是红红的，冬季特别漂亮。这个果能吃吗？其实是可以吃的，但是味道不怎么好，也没有什么肉。不过民间会用它来泡酒。这个狗骨还有一个独到的价值，就是它的这个木材啊，又柔软又坚韧，就是古时候做那个牛逼栓的原料了。为什么叫狗骨呢？古人发现此木肌白，犹如狗骨，后来慢慢的就把狗写成这个木字旁的狗。很多人也用来做盆景，也有的狗骨品种它没有刺的。第11，白马骨，又名6月雪。你见过夏天下雪吗？说的可不是特效，这就是6月雪本尊，它的大名白马骨，名字听着像武侠片的暗器，实际是一个小清新呢。盛夏开着这个小白花，细碎如雪落枝头。为什么叫白马骨呢？有的人说是它老根苍白于马骨。据花镜记载，白马骨夏开细白花，树小而枝齐，可做盆玩。如果把它做盆栽啊，它是特别省心的，因为它体质比较耐虐。第12，接骨金素兰，又名草珊瑚。朋友们，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草珊瑚，它是金素兰科的植物，也叫接骨金素兰。它的茎一般长有9节，所以也叫9节风或者9节茶。而关节处有点肿大的样子，所以也叫肿节风。它是集药用、食用、观赏于一身的植物。药用相信朋友们已经比较熟悉了，而食用的话可能比较陌生。有的地方会采这个草珊瑚用来煮茶叶蛋，而观赏的话主要是它的果实特别亮丽，像珊瑚一样美艳，所以叫草珊瑚。从接骨草到骨碎补，这些名字里带骨的植物啊，像是大自然写的隐喻日记。有人用坚硬枝干撑起生命的韧性，有人以疗愈之力修补破碎的肉身，还有人把红果凝成寒霜里的一把火。他们的名字啊，是古人抬头见形。
低头见星的一种浪漫。古是灵魂的轮廓，是治愈的温度，更是万物咬住光阴不松口的倔强。但我们终究会懂得，认识一株植物，如同认识一个人。名字只是他递给世界的第一片叶子，而真正的生命永远扎根在名字之外的深邃里，在风折断又愈合的年轮里，在无人问津时依然结果的山野里。我们俯身触摸它时，掌心传来的千百年的心跳声里。愿你我从此看草木，不只看名，更见其命